Tears of Themis。还有其他人？不能停在这里。这样就好。紧张吗？放心吧，你准备得很好，又对着我练习了那么多遍，我相信一定不会出问题的。等你上台演讲的时候，我也一样在你面前，只是距离稍远一些罢了。那应该正好是你毕业的那一年。
之前的公开演讲区别并不大。不过，礼堂的话筒似乎特别低。再让工作人员调整也来不及了，最后我只好稍微弯腰，讲完了全程。现在想起来，印象最深刻的，竟然是这种有些窘迫的小事。如果当时你也在，或许我们能更早成为搭档。听上去还不错。怎么了？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也没有考虑过要找一个搭档。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转折。所以不论最初你如何看待我，对我而言，我们之间所经历的一切，也许我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就邀请你。我确实犹豫了一阵子。除了你本身优秀的表现外，还有，我那时希望。或许应该从头说起。我当时正在经手一件案子。
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？我听说你接了个公益援助的案子，没记错的话，被告是叫叶晴吧？临时决定的，怎么了？我看过庭审录像，多少了解一点。叶晴在受到于芳多次挑衅和殴打后，才对他进行了反击，但最终导致于芳重伤。于芳现在都还在 ICU 里躺着。他们两人在冲突过程中持续拉扯，双方均采取暴力手段，因此最终被判定为互殴型互相伤害。你想帮他上诉更改一审判决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倒不是想左右你的决断，只是接下这个案子的话，你这段时间可有的忙了。我知道。当时于芳闹事，叶琴出面阻拦，却反遭于芳殴打，他本人也被鉴定为轻伤1级。于芳明显看出叶琴的社会地位不如自己，并认为叶琴不敢承担反击的后果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对他而言，就算叶琴当晚出了什么事，他也能花钱摆平。为使自身的安全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行为，根据刑法，叶琴的情况属于正当防卫。因此，我认为一审判决过重。所以你是出于同情才接下这个案子？与其说是同情，不如说是希望有人站出来，为处于弱势的个体争取更为公正的结果。即便那个人不是我。难怪你把不少重要案子都交给他，你们想法很接近嘛。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吗？哎，别急着送客呀，我有正事。就找搭档那事儿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这几个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做你搭档还算够格。你快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，我暂时没这个打算。我自己能处理好。这就拒绝了？哎，做人，我不是否认你的能力啊。你这都要被文件淹没了，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特弥斯压榨律师。别开玩笑了。
已经有心仪人选了吧？哎，是不是那谁？什么？他虽然还是个新人，不过综合能力很不错，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。如果他成为你的搭档，我也挺放心的。哎，左然，你在听吗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是他。喂，是我。你说监控？是的，这附近是老街，本来是没有监控的，但当时正好有一辆 SUV 停在附近。今天这辆车又停在这儿，我看挺眼熟的，就在车主来的时候问了一句，哎，结果还真是当时那辆。我明白了，车主现在就在你旁边吗？
行车记录仪，但是他明早7点的航班，说是要出差，就今晚有时间。现在？知道了，我尽快赶来。最多半小时。可是，搭档，醒了。医生怎么说？急性胃炎，不过不严重，吃一段时间药，注意休息就行了。行，那你赶紧回家休息吧。我今天约了叶琴面谈，等和他见完面我再回去。快开庭了，叶琴的案子正在紧要关头。索然啊，索然，不是我说你，算了，我看等你下次被救护车拉进医院就老实了。要是老师问起你的近况，你别指望我帮你瞒着。我会跟他解释。这是重点吗？你别岔开话题。我说真的，你又没3头6臂，不可能一个人扛下所有事。要是有人帮你分担，你各个方面都会轻松很多。至少今天不会进医院。我会注意的。你其实考虑过选他做你的搭档吧？我
听说你还特地问了他案子的进度，怎么不亲自问问他？凭他的能力，他自己能处理好。我过于关注，或许反而会让他感到压力。哟，看样子你也认可他的能力嘛？翟星，我并没有否认这点。那你在犹豫什么？你觉得成为我的搭档，代表了什么？你经手的案子都比较复杂，跟着你能学到不少东西，也能少走很多弯路。再者，和你搭档也能更快积累口碑，并且能扩充人脉。对新人来说，这是一条很不错的成长路径。当然，我认为如果他也想成为你的搭档，这不会是他的目的。但你应该也不会吝啬你的资源。但以上种种好处，也像一把双刃剑。什么？口碑必定伴随着过度的期待，所谓人脉，也代表了不必要的关注，以及当他成长的过快过好的时候，随之而来的还会有外界的质疑。你所获得的成就，是因为左然吗？期待、关注乃至质疑，这些是一个律师前行的道路上必须面临的困难，但他不应该是因为我才承受这些。我担心的从来都不是他的能力，人不需要担心必定会存在的事物。我担心的是成为左然的搭档这件事本身。师傅，他是病号，路上开慢点儿。没问题。左然，难道你认为他没有办法冲破你的光芒吗？不过，如果你还没有想好，我也不强求，只能再辛苦你一段时间了。多谢。别客气，那你见完叶晴就直接回家吧，我先回律所了。
请问您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？您是如何准备的？面对检方的质询，您有过动摇吗？左律师，您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，考虑过被害人的感受吗？我听说他刚脱离生命危险。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怎么了？听说你胜诉了，恭喜啊！没事的话我就挂了。哎，等等，他的案子也是今天开庭，你知道吧？不卖关子，他赢了。你也快点回来吧，他在你办公室等你。知道了。他胜诉了，赢得特别漂亮。真的，他最近熬了不少大夜吧？真是辛苦他了。是啊，虽然他资历还浅，但在庭上已经很老练了，肯定没少下功夫。左律师，你回来了。你今天陪他去参加庭审了？是啊，他第一次接公益援助，这案子又很棘手。我听说之后有些担心。是我小看他了，他真的很厉害。他也辛苦你了。都是同事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左律师，你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新人。我的确对他抱有期待。
歉，我还有些事，先不聊了。你在，刚好有事找你。之前提过，我需要一个搭档，我觉得你很合适。你做得很好，一点也看不出来紧张。现在想来，我那时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待会儿我们应该会被热情好问的学弟学妹们包围，或许他们会问很多问题，而我们要解答很久。所以在此之前，让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。我想再和你分享一个秘密。
想整个学校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。是关于我最终决定选择一个搭档的理由。以前2审胜诉后，我被很多并不理解我的想法，却仍然想打探我的人包围。和之前很多次一样，我感觉自己身处于一种事不关己的热闹中。所以当我回到律所，看见你正在等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了私心。我希望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能够明白我的选择，理解我的追求与坚持。我也想与某个人分享胜诉的喜悦和成就感，出于真心，而非打探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这样的人是我的搭档。而几乎是命中注定一般，我知道这个人是你。